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會飛的阿哲打的這一場比賽。那為什麼那個阿哲會飛？那其實是因為這個阿哲是一個更新前版本的阿哲，就是如果是韓服玩家的話，你會知道，原來阿哲已經改了很多次，就是他已經把那個機動性就改入了非常之多，而且那個重低綠色的那種抓人的功能也改入了不少。那但是你也知道印尼服的阿哲是還沒改的，他還是最初那個版本基本上是。那所以你看到他剛才已經在我們表演了一次，在這個荒廢廣場裡面在那個下半區裡邊飛來飛去的那個機動性能力了。對，那為什麼會這樣？那其實除了剛才我說的那個還沒改那個原因之外，就是他這只阿哲加那個速度大概是差不多300，對，你沒聽錯，是300。那因為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賬號非常之多資源他這個阿哲的披風加280，然後那個速度130幾。那大家知道術士披風那個速度就是術士披風的能力會換算成那個速度，用1半的那個效率就是280幾的話，就是差不多有140吧，就會換算進去。那140加那個130幾就導致他這只阿哲的能力差不多來到300速度差不多。對，那所以今天就因為這個300速度，就讓我們來開場跟這個會飛的阿哲打這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2回合的一開始，那除了這個阿哲會飛之外，就是他那個手速也是按的非常之快的。那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按那麼快的那個阿哲那可能阿哲那個跳前那個 dash 戳一下這個能力，如果要按得很快，就是在那個畫面上比較的快的話，需要一點特別的那些按法吧。那其實可能是因為這個特別的按法導致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按，所以導致其實我很少看到阿哲那個跳前那個 dash 按得很快的一些玩家。那但是那個玩家就是其中一個按得很快的玩家，所以的話也是蠻難應付的。我這邊只用 S 把它抓住，要給他黑毛 combo。那既然先開吧，打這種能力非常高、技術非常好的玩家，我們既然還是不要扣了。那因為扣既然對你後期是沒什麼大好處的。对，那这 SD 先開，那這邊的話可以那我們不要讓他綠色的球抓到。那你也可以發現我操手 Air Dash 是追不到他的。那雖然你開始說，會不會是因為你抓得不好但其實我重新看了一次這個素材的時候，我發現了不是我抓得不好，是因為我 Air Dash 過去的時候，它那個機動性太快了，快到我的那個操手那個毛是完全碰不到它的屁股，就是所謂的車尾燈都看不到。對，所以導致我的這個操手完全抓不到它，因為機動性太快了。OK， 所以的話，其實我看過很多那些對於阿哲改動的那些評論就是那個因為韓服的官方下面是可以留言的，我就看到很多人都說，那個阿哲的 meta 改動，哇，真的令很多人非常之困擾那但是如果你看到這部素材的時候，你還會覺得這個 meta 的改動是真的是弊大於利嗎？那我的立場就是我是反 meta 的大將軍那我的立場當然是那個利大於弊的。那因為其實現在我打了很多連機場其實 meta 這個東西一直都是那幾隻，都是過了那麼多年也是那幾隻傳說英雄，來去也是那幾隻。那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遊戲可以允許一個 meta 存在10幾年。那其實如果放在其他遊戲的話，這個遊戲早就因為各種的聲音來把這個 meta 來一個非常多的改動。那但是最近韓服其實的不停的更新，其實也是看得出來，他是想把這個 meta 的玩法來一個不停的改變。對我來說，或是對於不同玩家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我這邊可以看到，他剛才用了那個流放者頭盔，其實有什麼用？那其實最大用處是，他那個頭盔如果打中敵人他是可以把敵人的那個所有的東西封住，然後武器沒收，不能做任何東西。那有什麼用？那最大就是它可以趁着這個時間來存技能，然後因為我的技能冷卻了，停止回復的關係它的技能會比我有非常大的優勢。那所以的話，它那個用處就是這樣。流放者頭盔，在這邊用頭盔，那不錯它披風逼頭盔，它是一個非常之有信心的表現就是因為其實大家也看到。
前期基本攻階段是完完全全被壓着來打的。那因為可能啊，是因為最近我出了很多影片，都是關於我怎麼被那些遠距離武器打到變傻子吧，就是我一直被那些什麼奧丁龍捲風啊，什麼是踏天魔彈一些射到快要被傻子了，所以呢，最近很多人都會用這幾隻英雄來克制我，所以導致我最近打這一場啊都非常之辛苦。但是沒差，那我就想辦法處理這個問題吧，就是想辦法把這個克制我的打法來一個很好的康塔，就是不用 meta 情況下 ，OK 這邊的話可以，那還剩一滴血，那就不要放棄，就嘗試再把它抓住。雖然那個血量已經拉到非常之遠了，OK 這邊想要抓到，那應該是完結了，因為它的機動性太快了，完完全全抓不到它那個位置在哪裡。那其實也是無可厚非啊，對我來說 ，OK 這邊的話再掙扎一下。那這個三大天如果被他抓到 ，OK 這邊應該是完結了。OK 來到這個第4回合 ，OK 又給他抓到。那其實自從這個阿澤會飛的阿澤出現在我面前之後，我就開始在想，要不要我的超怂啊，也把那個攻擊力換成那個速度，來增加那個抓人的幾率。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我這個速度手段主要就是依靠這個黑毛啊。那也是之前所說，阿澤他的那個英雄能力其實就是等於超時空加黑毛等於阿澤。所以的話，其實如果根據這個理論的話，那我超時空換速度會不會更好呢？那最近我在想這個問題。那但是這個改動啊，其實也是關於蠻多資源的發揮啊，就是會消耗很多資源。那我再想一想吧。那可能在下一次的那個 meta 更新之後，因為大家知道上次我說印服的 meta 更新快來了，那我希望是把現在韓服的版本全都加進去啊，那就不要再分那個4、5次，那我真的會很氣餒。因為我也不能做什麼，對，那只能很氣餒吧。那就希望了，下次的更新可以把所有的平安更新啊都拉進來。對，那這邊的話可以啊，既然我已經開了 SD， 那這邊呢他就用那個魔彈嘗試拉去的這邊直接用劍撞過去吧。那這邊他應該是會用劍來反擊，對，那這邊直接拉走，因為大力法師啊，他的那個重點是觸發不了披披風，那也是這樣所說。那這邊直接用披風啊，那然後我們給他一刀，哎呦，這邊可惜，那我失手了。那這邊其實一個失手啊，就把那個節奏重新給回了他。那因為剛才如果用黑馬打一套的話，其實那個血量是有機會拉過去的，就是有機會拉回來的。OK， 這邊的話我們就又是來到誰抓到誰先死這個環節啊。因為我的頭盔還有，那但是我用錯只有1次被他抓到，他應該是會直接用一些什麼風機來把我封住。哇，那個綠色籃球非常之難躲，非常之難留啊，加上他那個機動性。藍上加藍，非常之藍。那這邊的話應該完結了，對，直接用頭盔吧。那我們其實也是來到我們的隨時掙扎環節了。那這邊的話 ，TMSD 應該是能幫到我們的，把那個血量稍微拉一點起來。那你也看到我的衣服其實差不多有技能了，那我們嘗試能不能看用衣服來把它抓住，來做一個最後的，看能不能打回來啊？哦，那應該不行了。